听丹麦故事，尝丹麦美食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小球，欢迎来到我的丹麦厨房。在这次的视频中呢，我会为大家展示天然酵母的制作方法。看，这就是天然酵母，也叫酸酵母。它膨胀的功力特别厉害，而且绿色环保。用天然酵母做出来的面包也是特别的好吃酥脆。想吃到这么好吃的面包，就跟我来学做天然酵母吧。只需要纯净水和白面，特别的简单。我可以用3句话来解释给你听。第一天就用20克面和20克水混合。第2、第3天取酵种20克，再与20克面和20克水混合。第3，后面就一直反复，一直到你的天然酵母可以在水中漂浮。你也可以一边观看后面的视频，一边跟我一起做，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和知识点哦。我们第一天的这个第一步呢，特别的简单，就是倒入20克的水，再加入20克的面，然后把它们搅拌在一起，不要有留那个干面的地方，看，就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在它上面盖一条小毛巾，别让它干掉，然后把它放在室温23、24度的地方就可以。今天是第2天，那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酸酵母小姑娘现在怎么样了。它的变化还不是很大，咱们已经有一些变化了，但是还要等一下，咱们把它搅拌一下。现在出了很多的小气泡，如果闻味道的话，也开始出酸酸的味道。昨天都还是只是面的味道，那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开始进行下一步了。下一步就是换瓶，然后喂养。瓶壁上的面粉残留物很容易发霉，影响酵种的发育，所以我们今天换瓶子，把20克的酵种倒入一个干净的瓶子中。有点像酸奶一样，它里面有很多的气泡，哇，味道很浓厚啊。如果你家有全麦面粉或者是黑麦面粉的话呢，可以一半一半的跟白面混合使用。最好是有机的面粉，会让这个酵母菌维生素和矿物质更加丰富，它更有活力。然后做好这步以后呢，咱们就还把它的上面的小布蒙好，然后就明天过24个小时再来看结果就可以了。看它，虽然已经冒泡了，但是呢高度还没有涨，所以它还是没有什么劲儿，所以咱们就是重复昨天的那个过程。取20克酸酵母放在一个新的瓶子里面，然后再加20克面和20克的水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今天已经混合完了，然后呢，咱们在瓶子上面做一个标记，看它明天长高多少。第5天，看咱们昨天绑皮筋的那个地方呢，就是面的位置还是在那里，并没有长高，这就说明咱们的酵母还需要继续发酵。但是你看它上面出现了一层水质，这是它的那个保护层，它明显已经比前2天就是更有活力了，但是还是不够，咱们就继续重复加20克水、20克面的那个步骤。喂，看今天是第8天的白天上午，那从我昨天晚上就是给它搅拌以后，加入新的面粉和水以后，还没有24个小时，大概是12个小时吧，它已经长高了50%左右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它膨胀的这么快，这么多，有进步诶。哇，打开盖子，看有这么多的气泡。昨天是加的全麦面粉，全麦面粉，会让这个酵母菌更有活力。
今天是第10天的早晨，第一次，你看它胀大了，大概1倍还要多。我放皮筋的地方是我混合完以后的，看这些气泡多么的丰富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气泡的这个感觉，看，非常的丰富。一搅拌它就听见那个气泡噼噼啪啪爆裂的声音。咱们来测试一下它有没有成功。测试的方法就是把一小块面放到水中，如果可以飘起来，那它就成功了。看我们做的天然酵母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。咱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酵母要怎么保存呢？最好的保存方式就是每天用20克面和20克水喂养一次，盖子不要拧紧，放在室温储藏。但如果你不是经常用的话呢，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储存，每周喂养一次就可以了。由于面粉的种类、水质、气候、温度的不同，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长达7到14天，一定要有耐心哦。你学会了吗？什么？还没有学会？来唐老师的家里吧，亲自教你哦。咱们下次一起来做酸酵母面包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请支持一下，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谢谢，咱们下次再见。